在看到珠海航展上有着新编号的歼20之后，美媒认为歼20的数量已经超越了美军的 F-22。如果中国继续保持这个速度生产下去的话，那么在未来将会拥有近700架歼20。来看详细情况。各位老铁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哥。去年的珠海航展大家都有点意犹未尽，如今的珠海航展还没开始就让人过足了眼瘾，亮相多款用于对外出口的隐身无人机，还展出了我国最新研制的激光武器，吸引了大批国外买家的关注。而现在我们又把目光都放到了歼20的身上。在去年的时候，歼20已经换装上了国产发动机，并且进行了一些设计上的改进，隐身能力提升的同时，还成为了全球唯一正在量产的可超音速巡航的5代机。而今年在珠海航展的现场上，则是出现了2架全新编号的歼20。这2架歼20的编号为 CB0369 和 CB0370。按照之前亮相过的歼20编号来看，歼20现在有着 CB00、CB01、CB02、CB03 4个批次。如果说按照一个批次生产20至30架来计算的话，这正好符合我国空军此前所说的歼20已经全部换装5大战区。一个旅的歼20战机数量就用20架来计算，5大战区每个战区一个旅就是100架。而其中东部战区更是在近期换装了2个旅的歼20，这意味着我国歼20的数量至少有着120架。但是美媒在看到这一新批次的歼20之后，认为中国歼20的数量已经超越了美军的 F-22， 来到了近200架。美媒认为，由于这一批次的编号为 CB0370， 这代表着这一批次的歼20产量为70架，产能相比过去已经大大提升。之前歼20的产能之所以低，是因为发动机存在着很大的问题。早前使用的俄制发动机，由于俄罗斯提供的数量有限，所以歼20生产出来的数量也有限。后来换装上国产发动机后，虽然不用受到俄制发动机的限制，但是当时的涡扇10发动机还是有着很多的不足，生产技术并不成熟。直到去年歼20换装上了涡扇10C 发动机之后，技术才算成熟，产能急速提升。之前美媒对歼20的产能预估是在50架左右，在数量上只是接近于美军的 F-22 战机。但是在看到这次航展上亮相的歼20新编号之后，才发现中国歼20的产能可能来到了70架。而以这个数量持续增长下去，到2030年中国推出6代机之前，中国歼20的数量可以达到700架，别说超过美军 F-22 的数量了，连美海陆空3军通用并畅销全世界的 F-35 数量都要超过了。那么解放军在未来真的会生产700架歼20吗？虽然对于歼20这种第5代战机，大家认为越多越好，但是这种战机性能强大的同时成本也很高。美军虽然也有着600多将近700架5代机，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 F-35 这种单发中型多功能战机。这种战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价格便宜，并且它还能卖给世界上其他国家来赚取一笔丰厚的利益。而歼20这种重型双发战斗机在设计定位上就注定了它的价格不会便宜。如果说真的就像美媒所说的这样，在打造出6代机之前先造个700架歼20，那么对于我军来说将会是一笔巨大的开支。因为5代机无论是维护保养还是飞行员的培训成本，都不是4代机可相比的。更何况歼20是空中优势战机，并不是一款多功能战机，从制空权保障的角度讲，也是质量取胜，而不是拼数量优势。空军的需求并没有那么大。更重要的是，现在的歼20已经有了双座版本。早前央视也展出过双座版歼20操控3架攻击11进行作战的视频。如果说生产700架的话，那还需要一大批歼20的无人僚机进行搭配，这就又是一大笔的开支。
因此对于歼20战机的数量预计会在300至400架之间，各大战区至少换装2个航空旅的歼20，剩下的100多架很可能是双座版歼20去操控无人僚机，形成有人加无人的体系化作战，这样数量才是最合适的。看看美国就知道，战机太多并不是件好事。F-22 美军现在有着180多架， F-35 也有450多架，光是维护保养成本每年就要吃掉巨额的美军军费，让美军直喊肉疼。更何况现在的5代机性能再怎么强大，未来有了6代机，这些战机也是需要更换的。以当前中美两国6代机研发进度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来看，歼20的数量保持在300至400架就足够了。F-35 在空战中不敌歼20， F-22 美军又只有180多架，还准备退役，这个数量足够解放军对美军形成空中优势了。